当你愿意慢下来，宇宙才能一步步靠近。这句话真正开始在我心里变得真实，是在我某一天忽然发现，那些我以为还没来的好事，其实并不是没有出现，而是我走得太快，快到让宇宙根本追不上我。很长一段时间，我把人生当成一场必须冲刺的竞赛，急着找到答案，急着到达终点，急着让自己变得更好、更强、更值得。仿佛只要慢一点，幸福就会被别人抢走；仿佛只要停一下，世界就会把我甩在后面。于是我不停往前跑，跑得气喘，跑得慌张，跑得没有方向，跑得心里一直处在紧绷与恐惧里。然而越是这样，我越觉得生活不顺，越觉得愿望遥远，越觉得自己始终追不上那个应该要成为的样子。直到有一天，我突然累到再也跑不动，我被迫停下来，把所有未解的焦虑，所有未放的期待，全部放在寂静里。就在那个安静的连呼吸都变慢的瞬间，我才第一次真正听见自己心说，你走得太快了，快到你忘了带上我。那一刻我明白了，宇宙并没有离我很远，我自己才是离开自己的那个人。于是我开始练习慢下来，慢下来吃一顿饭，慢下来走一段路，慢下来感受情绪，慢下来呼吸，慢下来确认我的愿望是不是真的来自心里，慢下来做每一个决定，慢下来回到我自己身边。当我越能慢下来，世界变得不再那么吵，不再那么急，不再那么令人窒息。我开始注意到，过去被忽略的温柔，有人其实一直默默支持我，只是我忙着焦虑，看不见。某些机会其实一直在靠近，只是我走得太快，错过了。某些答案其实早已出现在生活里，只是我没有给自己时间去听。我越能慢下来，越能感受到宇宙正在靠近。它用巧合靠近，用直觉靠近，用突然的心安靠近，用恰到好处的延迟靠近，用比我还懂我的方式靠近。原来宇宙并不是沉默，是我走得太急，急到没有给它靠近的空间。慢下来，不是停滞，不是落后，不是懈怠。慢下来，是让自己与灵魂重逢，让愿望有机会找到你，让宇宙能够以它最温柔的速度配合你的心。当我学会慢下来，我才终于明白，人生不是快者得，人生是对者得。而对的人生节奏，永远不会在匆忙里出现。后来我才真正懂得，宇宙想给我祝福，但它需要我停下来，让它追上来。当你愿意慢下来，宇宙才能一步步靠近，而你会惊讶地发现，原来你想要的一切，一直都在你不再奔跑的那个瞬间，轻轻地落进你手心里。当我允许自己慢下来，我才真正听懂人生的节奏。这句话真正开始在我心里回响，是在我某一天忽然意识到，原来我一直都活在一种被时间追赶的状态里。我忙着前进，忙着达成，忙着符合期待，忙着把生活过成应该的模样。
却从未问过自己，我真正的节奏是什么？长久以来，我把快速当成能力，把忙碌当成价值，把疲惫当成成就，仿佛只有不停往前冲，我才不会被世界抛下，仿佛只要停下来，人生就会停摆，幸福就会变得遥不可及。于是我用力活着，用力追着每一个愿望，用力让自己变得更好，却始终觉得仿佛少了一块，仿佛自己一直与某个更深的答案擦肩而过。直到有一天，在一个极度安静的午后，我突然没有力气再扛，也没有理由再推，于是我就这么坐着，什么都不做，什么都不急，只是让自己慢下来。那是一种前所未有的停顿，像是灵魂终于赶上了身体，像是心里一直嘈杂的背景音突然被按下静音。就在那个静止的瞬间，我听见了人生的节奏，不是外界的喧嚣，不是社会的期待，不是他人规范我的步伐，而是来自内在的一种轻柔声音，在告诉我，你不必再急，你的节奏和别人不一样。当我允许自己慢下来，我才真正听懂，原来每一次延迟都有它的慈悲，每一次停下都是为了让我看清方向，每一次混乱都是为了调整我内在的速度，每一次挫败都是为了带我回到真正的道路上。人生并不是一条需要快速冲刺的赛道，而是一段需要被感受、被体会、被理解的旅程。我越能慢下来，越能听见自己的需求，听见自己的疲惫，听见自己的渴望，听见自己真正想要的生活步调。我开始不再焦虑时间，不再逼迫自己立刻有答案，不再要求所有事情都按照预期发生。我开始理解，人生的节奏本来就有它自己的智慧。当我慢下来，我才看见那些以前匆忙错过的细节，那些人给我的善意，那些生活偷偷藏起来的祝福，那些宇宙放在我身边的提示，那些早已存在的出口，那些我以为找不到的方向。慢下来，让我与自己重新连线，也让世界能够以更温柔的方式靠近。于是我越来越明白，真正的成长不是快，而是准；不是奔跑，而是对准自己的灵魂节奏。当我允许自己慢下来，我不再活在焦虑里，不再被比较绑住，不再被时间催促，而是一步一步，用自己的速度，朝向更贴近真实的生活前进。后来我才懂，人生不是要我跑最快，是要我跑得最像我。当我允许自己慢下来，我才真正听懂人生的节奏，而那个节奏，温柔、深刻、独一无二，正好，也刚刚好，与我此刻的灵魂完美对上拍。你越能观察日常的情绪波动，就越能学会掌控方向。这句话真正开始在我心里沉淀，是在我某一天忽然发现，原来我人生里许多的错误决定，都不是因为我不知道该往哪里走，而是因为我被自己没有察觉的情绪推着走、拉着走、困住不让走。长久以来，我把情绪当成一件麻烦的事，
觉得它们影响效率，影响判断，影响我想要维持的正常。于是我选择忽略，选择压住，选择假装它们不存在，以为这样我就能更顺利前进。但我不知道的是，我忽略的一切，其实都悄悄在牵动我的人生方向。那些突如其来的焦虑，让我做决定时慌慌张张；那些莫名的沮丧，让我放弃本来有机会的事情；那些被压抑的委屈，让我在关系里越走越小；那些来不及说出口的不满，让我无法维持真正的界限；那些被无视的渴望，让我一直朝着不是我的目标奔跑。直到某一天，我真的累到无法再逃避，我开始静下来，不是因为我变得更成熟，而是因为我再也推不动自己了。就在那个不得不安静的时刻，我第一次听见了情绪真正想对我说的话。我发现，焦虑并不是来毁掉我，它是提醒我，你又走得太快了。悲伤不是脆弱，它是在告诉我，这里曾经被忽略，所以痛。愤怒不是失控，它是在说，你正在跨越自己的底线。疲倦不是无能，它是在告诉我，你没有照顾好自己。而那些看似毫无逻辑的情绪波动，其实是灵魂用最原始的语言，替我指向我真正该注意的地方。于是我开始练习观察，观察自己的起伏，观察白天的梦，观察夜里的刺痛，观察每一次想逃的冲动，观察那些让我突然亮起的小瞬间，观察那些让我全身僵住的画面。我越能观察，越发现人生其实没有想象中的复杂。真正左右方向的，不是外界，不是别人，而是我此刻的情绪状态。情绪不被看见时，会控制我；情绪被看见后，我才能开始掌控方向。当我越能察觉自己的情绪波动，我越懂得什么时候应该停下，什么时候需要休息，什么时候该设界限，什么时候该坚持，什么时候是害怕在说话，什么时候是直觉在引导，什么时候我是在逃避，什么时候我其实已经准备好了。这些细微的情绪讯息，像是一张隐形的地图，带着我穿过混乱，穿过疑惑，穿过那些看起来没有出口的时刻。而最神奇的是，当我不再与情绪对抗，而是学会观察、理解、安放，生活真的开始变得顺了。我不再被焦虑推着跑，不再被悲伤拉回头，不再因愤怒而迷失方向，不再被恐惧绑住脚步。我可以慢慢选择，我可以缓缓调整，我可以不急不慌，我可以以自己的步伐前进。因为我终于明白，掌控人生不是压住情绪，而是让情绪成为指引。后来我才真正懂得，情绪不是阻碍，情绪是导航。你越能观察日常的情绪波动，就越能学会掌控方向。因为你不再依赖世界告诉你怎么走，你开始依靠自己，依靠那个正在变得敏锐、变得清醒，也变得越来越完整的自己。当心安静下来，显化的道路会自行亮起。
这句话真正开始在我心里有重量，是在我某一天突然意识到，我并不是看不见前方，我只是被自己的焦虑、渴望、害怕与期待遮住了所有本来就存在的光。很长一段时间，我以为显化需要努力，需要拼命思考，反复想象，紧抓着愿望不放，仿佛只要我一松手，愿望就会从指缝溜走。于是我越想实现什么，心就越乱，越想靠近某个未来，心就越急，越想掌控命运的方向，心就越紧缩，而心越乱，道路越模糊，心越急，方向越失真，心越紧，宇宙越无法靠近。我以为是人生太迷茫，但其实只是我的心太吵。直到某一天，我累到连思考都变得迟缓，我放下努力，放下追逐，放下所有想要立刻变好的念头。突然间，心静了，静到我第一次听见内在深处那个从未消失的声音。它不像我以为的那样激昂，也没有告诉我该往哪里跑，它只是很轻，很柔，像是一缕风，在我胸口悄悄说：别再急了，你正在走向对的地方。那一刻我才明白，显化不是在急躁里发生，显化是在安静里落地。因为安静，让我能分辨什么是渴望，什么是恐惧，什么是直觉，什么只是习惯性的逃避，什么是真正的方向，什么只是我幻想中的补偿。当心安静下来，我才第一次真的知道我想要的是什么，而不是我以为应该想要什么。于是我开始练习，让心变得安静。我在分不清方向时不再硬推，我在情绪混乱时暂停所有重大决定，我在疲倦时给自己多一点空白，我在焦虑升起时不责怪自己，我在愿望让我感到压力时提醒自己，愿望是靠吸引，不是靠抓紧。我越能让心安静，道路就越亮，不是忽然看到很多答案，而是所有选择里有某一条路开始让我觉得轻，觉得稳，觉得对，觉得身体愿意往那里走。那不是逻辑，不是推理，不是比较，那是一种深层的对齐，像是整个宇宙与我在同一个节奏里呼吸。我发现显化其实不需要拼命，它需要的是一致，一致的心，一致的能量，一致的方向。而这种一致只有在安静里才能被听见。当我的心从慌乱中退一步，宇宙就从远方向我前进一步。当我不再急着抓住未来，未来就开始向我靠拢。当我停止混乱的内在碰撞，那些我想要的反而更清晰、更自然地浮现。显化的道路不是被我找出来的，是当我安静、清晰、柔软、对齐的时候，它自己亮出来的。后来我才真正懂得，宇宙从来没有要让我迷路，它只是等待我把心里的杂音放下，把不必要的用力放下，把那些我要赶快变好的恐惧放下。因为只有心安静了，我才能看见自己早就站在显化的门口。当心安静下来，
显化的道路会自行亮起，而那道光不在外面，一直都在我心里。你越能安住当下，宇宙越能把未来交到你手里。这句话真正开始在我心里沉稳下来，是在我某一天突然意识到，原来我对未来的焦虑，并不是因为未来不确定，而是因为我从来没有真正待在此刻。很长一段时间，我以为只要提前担心，就能避免失望，以为只要不停规划，就能确保安全，以为只要让自己一直忙，一直跑，一直往前冲，未来就会因为我的用力变得乖巧，变得顺利。但事实恰恰相反，我越急着抓住未来，越觉得未来像沙一样从指缝里流走，我越逼自己前进，越觉得脚步空心，越是担心，越感觉自己什么都掌控不了。直到某一天，我在一场突如其来的混乱里被迫停住，我什么都做不了，什么都想不清，什么都推不动。在那个几乎快被焦虑压垮的瞬间，我突然静了，静得出奇，静得像是心终于被自己听见，静得让我第一次明白，我一直逃避的不是未来，而是当下。因为当下太真实，真实的让我必须承认自己的害怕，承认自己的匮乏，承认自己的迷茫，承认我现在并不是我以为应该要成为的样子。但就在我愿意待在这份真实里的一秒，世界变得柔软，呼吸变得顺，心里那个一直紧到不能松的结也慢慢打开。那一刻我突然明白，当下不是阻碍，当下是入口，是让我接上宇宙的第一个频率。于是我开始练习安住当下，安住在自己的呼吸，安住在眼前正在发生的事，安住在情绪的升起与落下，安住在身体告诉我的疲惫，安住在生活的流动，安住在每一次微小的前进，安住在那些看似没有成果，但其实正在悄悄累积的努力里。我越能安住当下，越能感受到未来不再让我害怕，因为未来不是突然到来的，未来是从每一个当下长出来的。当下稳，未来就稳；当下乱，未来自然混乱；当下扎根，未来才会开花。而真正的奇妙是，当我越能安住当下，宇宙越能把未来放心地放到我手里。我开始遇到刚刚好的机会，在最不急迫的时候，遇到最合适的人，在没有预期的瞬间，得到最清晰的答案。而那些我以为需要努力才抓得住的祝福，反而在我安住当下后，自己走向我。不是因为我变得强硬，而是因为我变得一致。一致的能量，一致的方向，一致的步伐，一致的心。宇宙永远会把未来交给一个能承接当下的人。后来我才懂，我们不是要追未来，我们是要准备好成为一个能接住未来的人。而准备的方式，不是急，不是跑，不是逼自己成熟，而是安住。安住在一个又一个真实的当下，安住在每一个呼吸，每一次调整，每一个愿意活得更靠近自己的瞬间。你越能安住当下，宇宙越能把未来交到你手里。
因为那时的你不再从恐惧出发，而是从完整出发。而一个完整的人，自然会走向一个完整的未来。当我不再急着到达，宇宙开始替我铺路。这句话真正开始在我心里亮起，是在我某一天忽然意识到，原来我长久以来的焦虑，不是因为路太难，也不是因为愿望太远，而是因为我一直把自己推得太快，太用力，快到连命运都跟不上我。很长一段时间，我以为赶快到达代表成功，我以为越早拥有越能证明自己的价值，我以为越努力越急促越拼命，人生就会越顺。我逼自己加速，逼自己成熟，逼自己立刻找到答案，仿佛慢一点就会错过整个世界。但越是急，越觉得路乱，越是推，越觉得心慌，越是想快一点抵达，越觉得未来像雾，抓不住，看不清，也靠不近。直到有一天，我突然累得无法再前进。那不是放弃，那是一种我真的撑不下去了的停顿。我就那样站在自己的生活中央，什么都做不了，什么也想不透，只剩下呼吸，在提醒我还活着。就在那个再普通不过的瞬间，有一种非常细小，却非常真实的理解，在心里慢慢升起。也许我不必这么急。那句话像是一把钥匙，轻轻打开了我与宇宙之间的通道。于是我第一次开始练习慢下来，不是因为放弃，而是因为我想对齐。我想让自己的步伐和生命真正的节奏重叠。当我不再急着到达，我才发现，原来真正的方向不是在急躁里找到，而是在安定里浮现。我越愿意停一下，世界就越给我线索。我越愿意深呼吸，答案就越自然亮起。我越愿意让心回到现在，未来的轮廓就越清晰。原来道路不是被我推开的，道路是当我准备好，它才会自己展开。而最奇妙的是，在我放下急着到达的执念之后，宇宙真的开始替我铺路。某些原本卡住的事情突然变顺，某些我以为要很久的愿望开始接近，某些让我焦虑的等待竟然在最合适的时机开花，某些以为已经没有希望的方向重新亮起光。不是因为我做得更多，而是因为我终于停止阻碍自己急着到达，让我与愿望的频率错位，慢下来，让我重新与宇宙同步。当我不再急着证明自己，宇宙开始证明我值得。当我不再急着前进，宇宙开始替我安排道路。当我不再急着拥有，宇宙开始把最适合的放进我的手里。当我不再急着变好，我反而真的开始变好了。后来我才真正懂得，急是恐惧的语言，而稳是信任的语言。宇宙不会回应恐惧，它只会回应信任。当我愿意相信，愿望不会离开我，愿意相信，时间不是在拖延我，愿意相信，生命正在替我准备，我就不再需要急着跑向未来，因为未来会在最刚好的时刻走向我。
当我不再急着到达，宇宙开始替我铺路，而我也终于明白，人生最美的抵达，从来不是靠冲刺，而是靠对齐，靠信任，靠在最真实的自己里，一步一步，自然的前进。感谢你听完我的影片。如果你觉得影片有帮助到你，欢迎点赞并订阅我的频道，让我可以持续与你分享。也可以在评论中留下你的想法和经验，或是将影片分享给你的亲友。再次感谢你的收听，我们下次再见。